我可是有丈夫的。可是宋达明他这是，我们之间的感情的确是越来越淡薄，但是只要一天我还是夫妻，我就不能做出对不起良心的事。你到底几时要跟他提出离婚啊？哦，我们之间已经完了。加油！你不是我要选的对象，我要嫁个有钱人。嘎列诺呢是我的目标，你不要来破坏我的好事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态度？喧哗的马路，匆匆脚步，哪一个在乎笑容生疏？抱怨着辛苦，却还义无反顾。眼神里似乎只剩羡慕，得到跟不上想要的速度。拥有了越多，快乐反而越模糊。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态度？什么最值得我们记录？值得我们追逐？那些最感动的时候，你留住。什么那么多沙的？哦，完了完了，你跑去海边啊？无缘无故干嘛去海边啊？不是我，大哥喽。唉，大哥，我一回来看到一地的沙，原来是大哥出海刚回来啊。哪里问他？那你应该去冲凉洗脚才上床嘛，这么脏。哎，什么味道啊？什么味道啊？香水味，不过不是我的香水啊。你干嘛？阿莲，我记得了，阿莲用这种香水的。我不敢啊！你又没冲凉去上班啊？一定是你的狐臭熏死人，人家帮你喷香水，对不对？明知道自己有狐臭味，就应该多冲凉、多擦药，搞到人家帮你喷香水啊，多丢脸！我忘了啊，冲凉。小一贝多芬，小鬼，你妈咪买了钢琴给你是吗？是啊，昨天才送来的。妈咪说是二手货，不过也要几千多块。刚考完小提琴就要考钢琴，钢琴老师说没有一架钢琴是不行的。唉，我好像一架考试的机器哦。咦，人呢？你们两个动作怎么那么迅速啊？你们怎么啦？试试看吧。算了，不可以算了，你一定要试。不行的，真的不行的。你都还没有试，怎么知道不行？我知道的。佳慧，我肚子饿了，我想吃饭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我口很渴。Stop！ 你们到底在吵什么？我先去喝水。嘿，你不要再逃避，也不要再帮自己找借口了。一次的失误，不代表永远都会失败。可是已经太迟了，2年了，已经2年了。一个钢琴手停了2年，那等于被判死刑一样。我现在又不需要你去参加比赛，也不需要你去开演奏会，我只是要你弹给我听，就弹一首，不如就弹一小节吧，好吗？
多少钱吗？好几千块啊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让你乱摸呢？妈咪，你就让贝多芬弹一下吧。我为了这个钢琴啊，费了多少口水，磨破了多少脚皮才换来的啊？你以为是玩具啊？你再随便给人家乱弹一通，我把你掐死哈！妈咪，贝多芬好像会弹钢琴。你以为每个叫贝多芬的人都是钢琴大师啊？大姐，贝多芬真的是钢琴手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可是他早就死掉了吗？我是在讲这个贝多芬。你是钢琴大师？不是。吃饭啦！你不要乱碰啊！大哥，别等了，我们先吃吧。再等多一下，吃火锅一家人吃才热闹的，而且传一说一，接二妹很快就到了。哎，到了，快点！哦。阿姨，你们快点进来，我们都饿扁了。快点，都下来。耍什么大牌？你知道我们等你一个。你以为我很想来啊？要不是大哥说如果我不来的话，他就叫全部人到我那里去，我才不想来凑这个热闹。大哥大姐 ，Hello。乌龟，没礼貌。啊，啦，开动了啦！啊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讲。我周末叫你们一家人回来吃饭，因为一家人本来就应该高高兴兴、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的嘛。怎么可以你过你的日子，我过我的日子？可是我来新加坡这样多天，很少看你们三姐妹聚在一起的。啊，新加坡很大吗？不会啊。所以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每个星期你们都要聚在一起吃一餐饭，然后互相报告一下大家的情况。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大哥说的对。哇，贝多芬开口了哎！一家人一起吃饭，菜比较多。对，菜比较多，这样多菜，来，快点吃。是啊。趁你们在吃的时候，我先报告一下我的情况。我最近很高兴啊，因为我从洗碗工人变成高级厨师助理，还加薪加了300块钱呢。最高兴的是，我找到 Dream。大妹，到你报告一下你的情况。我还不是一样，天天为钱而烦恼。喂，什么时候还我20万啊？大姐，你又来了！我已经跟你说过，你的20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。你才无理取闹吧？喂，是你害我亏了20万啊，还说这种风凉话，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事。都跟你说了不要来了。可是大哥叫我一定要把你接过来的。大哥，我拜托你不要多管闲事好不好？喂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大哥为了这一餐忙进忙出的，你还想大哥多事？这里啊，最没心肝的人啊，就是你了。从小到大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自私自利。喂，你们两个只会一鼻孔出气，联合起来对付我啊！干嘛不行啊？大哥他们吵起来了，大哥。让他们吵，这样他们当三姐妹啊！来，是这个，不要跟他们吵了。不要跟他们吵了。我没什么好报告的，一切如常喽。不，我跟他分手了。今后呢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你们别把我们两个扯在一起。阿姨，你是不是移情别恋？小孩子不用问那么多。节哀顺变吧。什么节哀顺变啊？家里死了人啊，乱七八糟。传译没有关系的，遗留走了，用完再做手动。小妹，到你报告了。哦，我还在为理想奋斗中。哎，有了大哥的帮忙哦，我的生意越变越好哎。
我的目标除了要当商场的女强人之外，我还要帮她重建信心，让她成为一代钢琴大师。神经病呢？几岁人了，还像小学生一样不切实际。就是咯，大姐，你留一点希望给我行不行啊？这不叫做希望，这叫做没指望。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大跌眼镜的，慢慢等哦。大哥，你还请了谁啊？没有啊，该来的都来了。阿莲，莲姐，嘉欣，哇，那么多人啊，我好像不是时候啊。这个女人真是变态的，拼命打电话还不够，竟然摸上门来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这次不被嘉欣摔死才怪。赶快恶补一下，免得遭他毒手。对不起，也不打扰你们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大家那么熟了，加一双筷子，一起吃吧。来，一起坐。嘉欣啊，怎么达明不在？哦，他在房里休息啊。他没事吧？没事，老毛病，胃胀风。啊，那你们先吃吧，我进去看他。我陪你一起进去。达明，嘉欣啊，如果他睡着了，就不要吵醒他了。他还没睡，要是睡着了，他嘴巴张得很大的，可以吞下一头牛。死鬼，不要装了，阿莲来看你啊。真的是阿莲的吗？你来这里干嘛？我找嘉欣，我们有事要谈。嘉欣啊，你还没吃饱，你先去吃吧，待会儿我再找你谈。那也好。喂，你到底干嘛？我打这么多通电话给你，你都不听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到底哪里不舒服？来让我看一下。哎呀，你来我家干嘛？找嘉欣啊！你找他干嘛？告诉他我们的事喽。哎，跟你开玩笑的啦。不要乱说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他是柔道黑带呀，轻易的把你摔到屁股尿流啊！你在关心我啊？哪里有？我好感动哦！原来你是这么关心我的。要这样啊？给他看个不好啊？看你真的是被他摔到怕了。谁说的啊？还不承认？这是什么？如果啊不是给他摔到怕了，干嘛要临时抱佛脚啊？看你这个样子啊，我更加帮你脱离苦海。你呀，最需要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来照顾你。不行，喂，完了！啊，干嘛？你又哪里不舒服了？你头痛啊？我全身都痛啊！全身痛？会不会是骨痛、溢血热症？快点起来，马上验血啊！不痛了啊！不痛更危险啊！快点，要入院啦！啊！他摔，我挡；他有摔呢，我有挡；他再摔，我再挡。你干嘛？哎呀，我肚子放屁啊！你干的好事了！你竟然背着我跟阿莲！不要再过来啊！有话慢慢说啊！你想怎样？应该是我问你想怎么样才是真的，你就这样子答应了他？我没有答应他啊！你没答应他，那他为什么找上门？我是一时糊涂啊，都是我不好了，嘉欣，我不好。神经病啊！我又没有怪你，你干嘛这么激动？啊？你不怪我？我知道你也不想这样的。对咯。不过大哥怎么办？关大哥什么事啊？阿莲住进来，大哥要搬去哪里？啊？阿莲要搬进来啊？难道不是吗？阿莲告诉你他租约到期了，想找地方搬。你一听到你就告诉他说我们一间空房间可以租给他。是啊，这是你说的啊。你不是告诉过大哥，一找到住户就要找地方搬的吗？那也要他肯搬才行啊！他现在找到了工作，又找到了那个女人，你说他会回去渔村吗？应该不会，还是叫阿莲啊找地方搬啊。算了，答应了人家就不能出尔反尔。还好我们有一间储藏室，
叫大哥搬进去了。哎，不行，储藏室那么小，还是让我跟阿莲讲哈。啊，太迟了，我已经收了他2个月租金。Hello， Dream。是我。啊，阿朱啊。我快要死了，你快点来啊！啊？白日依山尽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黄河。哎，大头，快点，跟我走，快点。阿朱，大头，阿朱，阿朱，你打电话跟我说你要死掉啊！我马上带大头来哦，我担心你真的死掉怎么办？人很难讲的，要死就死掉，如果真的死掉怎么办呢？阿朱，怎么你穿成这个样子？我在这里当啤酒妹。老妈，你哪里痛？肚子。你有没有上厕所？去了。可是还是很痛啊！傻夫，杀你的头了！如果不是因为有五福啊，你早就已经住进孤儿院了。这样子比较亲切吗？杀五福哥，快点送我老妈去医院。我已经叫了五福了。我不要进什么医院呐，我的钱呐，一早就给你的死鬼老爸拿走了啦。我们又不是什么本地人，去医院很贵的。吴福啊，你帮我去买一些止痛药回来。哎呀，猪，看你痛成这个样子，我送你去医院了，钱你不用担心，我今天刚刚发薪水。来呀，来，快点，扶你阿妈起来。来，走。医生怎么样？他应该是得了急性盲肠炎，得马上动手术。医生，我可不可以不动手术啊？你给我一点止痛药。不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对，一定要动的。阿朱，医药费你不要担心，我帮你出。你已经帮我很多了啦，我跟你非亲非故，不能一直麻烦你的。大头来，老妈，打电话给你死鬼老爸，你跟他说，如果他不想要我死的话，就赶快过来帮我办手续。哦，我老妈说，如果你不想他死，就快点来医院吧。我们都离婚了，他是活是死关我什么事？你是不是人啊？喂，我是你老爸，你这样跟我说话。你不是我老爸，我没有你这种老爸。Hello， 阿光啊，我知道你们已经离婚了，怎么说都夫妻一场，你应该来看一下阿朱的。动手术很难讲的，再简单的手术也可能会死掉，所以阿朱才叫你来看他。手术费你不用担心的，我出就可以了，你人来。Hello， 你阿爸讲他很忙，有很多大生意要做哦。没有关系啦，有你在是一样的。以后你长大要好好照顾你阿妈，懂不懂？五福哥，你阿妈不在，可以叫我傻福。我有没有警告过你不要怕我老妈？我记得啊。现在我收回这句话，你放心怕我老妈吧，我支持你。啊？大哥，你要回医生了啊？不是啊，把东西放进储藏室，房间留给莲姐。对不起啊，麻烦你了。不会，来我帮你。我来。我帮你啊。啊。放在旁边可以了。哦。小心啊！哎呦。哇，哎，你真的是搬进来了？开心吧？我想早一点跟你住在一起。哎呀，你是不是疯了啊？你才疯了！人家一番好意，你还这么说我？是不是说好意啊？我早一点跟你同住，这样比较方便我照顾你跟七七啊。反正啊，嘉欣已经另有对象了，迟早也会离开这个家的。
一个家没有女人怎么行啊？简直是不堪设想。所以我想啊，要早一点搬进你家。哎，你干嘛啊？在搬东西啊。等一下，你刚才在门外鬼鬼祟祟是吗？我哪有鬼鬼祟祟？鬼鬼祟祟了，那真是你。喂！哎呀，我们刚才讲的话有没有给他听到啊？听到不就听到了，纸是包不住火的，他们迟早会知道的。哎呀，不行啊！那我告诉你啊，除非嘉欣真的要跟我离婚，要不然我是不会离开他的。你是不要做坏人，这我明白。还有啊，我们的事不能让嘉欣知道啊。行，听你的。哎，等一下！下雨啊，你推我出来干什么？啊！你什么都没说啊？说什么？我这个人记性不好，什么事情看了就忘记了。喝咖啡。不过啊，有些事啊，不是说忘记就能忘记的哦。有没有搞错？200块还不够啊！再说啊，我现在已经戒喝咖啡啦。喂，不喝咖啡可以喝茶的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喝的是生茶。拿去吧，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啊！记住啊，不要乱说话。你放心吧，我这个人呐是最讲究信用的。就是那天晚上哦，我去倒垃圾的时候啊，我门一推开，就看到那个人抱在一起了。哎，打给我啊！没有事情了。这个韩秋薇，我约了女朋友，没有约的啊。去了，今晚去了。哦，他们2个人啊，不但是抱来抱去的，还嘴对嘴，你先来我先去的，哎呀，真的是不知羞耻哎！难怪我回家就长针眼了嘞。你讲的是谁？还有谁？就是宋大明的啊，莲啊，走开，妈爹，走开！阿嫂，饭不可以乱吃，屁不可以乱放，话也不可以乱讲啊！我又不是说你走开哦，妈爹啊！你不是讲我，可是你讲我妹夫还有莲姐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没有想怎么样，是你想怎么样？我没有想怎么样啊，是你想怎么样，所以我才问你想怎么样啊！你还说你没想怎么样，明明是你想怎么样，我才问你想怎么样，现在你反过来问我想怎么样？哎，干嘛啊？阿嫂啊，说看到你跟莲姐嘴对嘴，戏来又戏去啊！不要听他乱说啊！我是说电视上的男女主角戏来戏去，他听我也没有听懂，他在放狗乱咬人，我就骂爹，走开！阿嫂，你快点跟我妹夫还有莲姐道歉。神经病啊你知道啦，他最喜欢搬弄是非的，吵什么吵？哎，好男不跟女斗嘛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们行得正，坐得正，吵什么啊？好。干嘛还生叹气？你刚才已经看到了，原来这棘手的人呢，就是我那个大舅子。五福？他怎么了？你别看他平时傻头傻脑的，发起神经来可闹到天翻地覆啊！再这样下去啊，他知道，我老婆就知道了。你不说不在乎的吗？哼，你们男人都是这样，言行不一。那是因为我人好，宁愿人负我，也不愿我负人。好啦，不要愁眉苦脸啦。你这样啊，我会很心疼的。不要这样啊，烦了。既然你这样烦，就一不做二不休。你想怎样啊？你等着瞧。
什么事啊，阿嫂？我的红包不见了。你的红包有多少钱啊？有450块啊！不知道是哪个欠的鬼偷走我的红包啊！阿嫂啊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怎么会偷你的东西？有没有找清楚？是啊。我找清楚了。我的电话很奇怪的，它一直哔哔哔，可是我接了没有人听的。是 SMS 啦。什么来的？你是从火星来的，连 SMS 都不懂。哦，有人传 SMS 给你。五福，我在大师中间等你 ，Dream。Dream 找我，我现在就马上找 Dream。咦，这什么东西来的？450块，红包是我的。啊，小偷！Dream。五福，他是我弟弟维安，他就是五福。你好，我是五福，我刚刚从宜春来的，现在在一间日本餐馆里面，本来是做洗碗洗厕所的，后来他们看我很勤劳，就升我做高级助理。不过刚刚他们好像要炒我鱿鱼。谁有兴趣知道你的历史啊？为什么？他们说我偷阿嫂的红包，我没有。姐，你口中的好人，原来是个小偷啊！不是的，五福不是小偷，他绝对不是小偷。你笑什么？开心就笑了。你被当小偷，要被炒鱿鱼了，还开心？我当然开心啊，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你姐姐相信我。做朋友就应该这样啊，你相信我，我相信你，你照顾我，我照顾你嘛，好。姐，这个人智商有问题，我们回去吧。可是我们难得出来一趟。我根本就不想出来，被大家当动物一样打量、同情、耻笑啊！弟，你还年轻，不能自暴自弃。对呀，弟，你姐讲的没有错。喂，谁是你弟弟啊？你是Dream的弟弟，就麻将我弟弟咯。少肉麻了。我弟弟在读医科的最后一年时候，遇到车祸，在医院昏睡了半年。姐，我的事不需要让全世界人知道啊。这样他还可不可以走？医生说是有可能的。姐，别自欺欺人了。医生是说，除非有奇迹啊。你的苏醒就是个奇迹啊。奇迹不会一而再的发生的。不会好，没有关系的。脚不能动，日子还是可以过的。在宜春有一个人跟你一样的，脚是不能动，可是他天天很开心钓鱼、游泳，而且坐在又烂又旧轮椅上打篮球。麻将这样我做给你看，他这样做啊！放手！喂，放手啊！放！哎！是吧？没事。怎么了？哎，先不要过来，我有麻烦了。哇，我的裤子破个洞，整个屁股看到。哎，你没有受伤吧？没有事。姐，我感觉得到你跟他在一起很开心。去寻找你快乐生活吧，不要因为我。回来了。你不是出国了吗？我出国，你就可以无法无天吧？不是的，我去看弟弟，顺便带他去走走。是谁批准你出门的？我姐不是犯人，你凭什么把她关在屋子里？凭她需要我供养。还有你的医药费，还有一切开销，全都得靠我。姐，离开他，我们不需要靠他也可以过日子。我们走。不要胡说，对不起啊，
我以后不会随便出门了。你舍得你的情人吗？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个笨蛋叫我夫，他为你着迷，你呢？大概也爱上他了吧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啊！不是。放开我姐！弟，啊！我求求你饶了我，我不敢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随便出门，我不会再跟我夫见面了。我怎么舍得拆散你们两个呢？你以后不但要接近他，还要让那个笨蛋爱你爱到发狂。周末，莲姐，莲姐，走开！不要靠近我！阿莲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，嘉欣啊，我洗澡洗一半的时候，发现里面有手机啊。这个手机我的，刚才我冲凉忘记拿。嘉欣，这手机不会吧？自己看。大哥，你怎么可以偷拍阿莲？我哪有偷拍他？这个是手机，又不是相机。你用手机来拍啊？做了不要脸的事情，还在这里装无辜。莲姐，我做了什么不要脸的事？拍人家洗澡啊，不是不要脸是什么？我哪里有拍你洗澡？嘉欣啊，你大哥怎么这样的？今天偷了阿嫂的红包，我还替他说话，现在还他是你大哥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阿莲啊，对不起啊，真的很对不起啊。大哥，你怎么那么变态啊？我真的没有拍莲姐冲凉。你呀，还是回去渔村娶老婆吧。你工作也丢了，那个君越来历不明，你最好少见他为妙。把东西收拾好，明天早送你到关卡，回渔村去。妹夫，我真的没有拍莲姐冲凉，手机可以拍的咩？啊？嘉欣叫我来劝你，不要再追究大哥的事了。既然你都出面了，那就算了。那是你自拍的，对吗？大哥连 SMS 都不会，怎么用手机来拍你啊？还有，阿嫂红包的事也是你干的。我这么做也不是因为你，怎么为我？是你说的，五福碍手碍脚，迟早会知道我们的事，所以啊，最好的方法呢是把他赶回渔村。你这么做太过分了。哪里会过分？我这么做啊，也是要你安心嘛。这一切啊，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。其实啊，再过分的事我也做得出的。接下来你还想怎么样啊？你不是说要嘉欣先开口跟你离婚吗？大哥3两下就被他赶走。哎呀，接下来不知道还会使出什么手段呢？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阿莲说不再追究了。幸好没事啊，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啊，要是闹到警察局啊，大哥要坐牢的。没那么严重吧？什么没那么严重啊？要是我偷光光被人家拍了，我肯定把对方告到坐牢啊。我真的没有想到大哥这么变态，还是早点把他送回去比较安全。我真的不放心琪琪一个人在家。哇，你把大哥想得那么可怕？新闻看得多了，不怕才怪啊！况且他又不是我亲生大哥，还是叫琪琪把门锁好才是。哎，没那么夸张了，老婆，说不定大哥是被冤枉的。被冤枉？也许那个阿莲搞自拍呀，嫁祸于大哥，接下来再嫁祸于我，破坏我们两个的感情啊！他干嘛要破坏我们的感情？暗恋我了？你神经病啊！整天把自己当万人迷。阿莲长得又不丑，条件又不错，怎么会暗恋你呢？你暗爽就好啊，千万不要说出去啊，会笑死人的啊。琪琪，
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啊，以后出了事别怪我。大哥，你的东西收拾好了没有啊？我要送你到关卡。大哥。大妹，我昨晚要去找你，在门外听见你和妹夫说的话，我很伤心，因为你不相信我。我更伤心的是，你到现在还不当我是亲哥哥。我更伤心的是，你还说我会伤害琪琪，这样像话吗？不过我不会怪你的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我的妹妹。你们就是不认我这个大哥，我还是很爱你们的。我现在不能够回宜春的，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不过现在我也不知道去哪里，走一步看一步咯。反正啊，饿不死人的啦。不管去到哪里，我还是可以潇洒走一回的。拜拜啦。有证有据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你？喂，没有啊。大哥又怎么了？不会吧？大哥竟然做出那么变态的事，真是吓死人了！哎，有人来啊！一定是大哥。我知道了。大哥，你干的好事，大姐都告诉我了。你还是回渔村吧，我是不会收留你的。是我啊 ，Kristen。哇，你呀，越来越肥了。如果你读书好像吃东西这么厉害就好了。我有读书，读了很多书，我还背诗。是咩？这么厉害啊？骗你是乌龟，我背诗给你听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哇，虽然我听不懂你在引诱我什么，可是好像很厉害这样啵。姑父啊，这个大头跟了你之后，真的有点长进呢。哎，你在做梦啦？我现在知道电话可以拍电视的。你看，你跟大头麻将在演戏。哎呀，我这手机是好货来的。这样不是很多钱哦？你还跟我讲钱啊？我真的欠你太多了。这手机拿去用了哈。给我。那好，钱我还是要给你的。那。哎呀，你没有了工作，现在找地方住，钱又给到完我，你怎么过日子啊？这些钱是给你还医药费的，我好不容易还跟大明拿回来的。那，我一个人住啊，很容易的，没关系。还有我呢？你呀，当然是跟你阿妈啦，母子团圆，多么感人。我不管，我要跟你。我不要，你不要跟我。不管，我要跟你。我也不管，你不要跟我，我先走了啊。傻夫，不要走！你不要你这个老妈了哈。那你不准再丢掉我了。下午福都走了，我要把你丢给谁呀？你以为要丢掉你很容易咩哈？要找对象的 ，OK？ 我知道你今天休息，所以就来个突击检查，怎么样？没吓到你吧？你才没被我吓到吧？一副刚睡醒、乱七八糟的样子。不会啊，你不上妆打扮，显得更清纯、更迷人啊。你的嘴巴真甜啊。OK， 先吃 salad， 等一下意大利面再淋上酱汁就可以吃了。啊，想不到你还会下厨啊！当然咯，留学生如果不会下厨啊，很快就会饿死了。来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好。
还不错。哎，这是你？我还真担心你会咬坏牙齿或者吃进肚子里啊。Krista， 嫁给我吧。我曾经说过，我不相信爱情。可是自从认识了你，我就不能自拔，深深的被你吸引。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你。我相信你会感受到我的诚意。嫁给我吧。老板，我什么都可以做的，抹地、洗厕所、煮饭、洗衣服我都可以的。你怕黑吗？不怕。怕鬼吗？我平时没有做亏心事，不怕。那守夜的工作你做不做？做。我是周丑，又准时来吓你了。哎呀，这里也不错，有的吃，有的睡，又有钱拿。今天我要讲个超恐怖的故事给你听。故事是发生在一间棺材铺里。老兄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在这里守夜，有什么得罪的地方不要见怪啊。团团围住，忙忙碌碌却不亦乐乎，把自己当赌注还分外投入，不可以疲惫，不能认输，想让所有的人都佩服，一直到皱纹开始在眼角游牧。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
态度，怎么最知道我们